Hello， 大家好，我係肥入，今日係2026年3月3日啦。如果大家有睇實個市啦，今日嘅亞洲板塊可以話係血流成河嘅。韓國 Kospi 單日就暴跌咗大約7.2%，日本日經亦都跌咗接近3%㗎。連美股其實一度都出現呢個恐慌性拋售啦，道指嘅盤中最多就跌咗1200點㗎。市場真正擔心嘅其實都唔係戰爭嘅本身，而係能源供應鏈啦。因為一旦霍爾木茲海峽長時間受阻，呢場衝突就會由呢個軍事事件變成呢個全球嘅通脹事件㗎啦。但係美股其實最後尾跌幅都收窄返，最後道指只係跌大約400點嘅啫。呢個反彈其實都反映咗一樣嘢啦。市場亦都開始壓住美軍會護航呢個油輪，避免真正嘅能源斷鏈啦。2月28日，美國就同以色列發動呢個 Operation Epic Fury， 當時市場一度就以為啦，呢種斬首式嘅打擊會令呢個局勢快速收工。白宮同埋市場最初嘅基調都係唔係長期戰爭嚟嘅，希望快速達成目的。但係結果呢，伊朗不單止冇退縮啊，反而全面啟動咗呢個非對稱報復啦。無人機群啊，同埋導彈周圍亂飛，攻擊沙特、科威特呢啲美國大使館。最致命嘅係啦，外電報導啦，指伊朗已經實質咁樣封鎖咗全球能源大動脈霍爾木茲海峽。呢個係連白宮嘅口風都轉晒啦，暗示可能要打一段時間添啦。我哋今日就會從呢個油價、運油股、實戰爆發嘅無人機軍工板塊，去到呢個中日韓嘅宏觀經濟，同大家做一個最全面嘅深度拆局。我哋先講嘅市場最恐慌嘅第一點，能源斷鏈線。點解一個海峽被封啦，會令亞洲股市踩入深淵嘅呢？大家可以睇下地圖，霍爾木茲海峽最窄嘅地方就係得21海里嘅啫，但係全球每日有大約20% 嘅石油同埋大量卡塔爾嘅 LNG 都要經呢度出海㗎。依家伊朗嘅官員揚言封海啦，又攻擊油輪，保險公司直頭取消咗戰爭險啊！結果成個海灣嘅航運接近停擺，油價即時俾咗極大嘅反應啦。WTI 原油盤中嘅一度都升上77.6㗎，現貨同期油啊都大致都企喺76蚊樓上，而布蘭特原油亦都曾經衝破84大關，盤中最高都見到85.12㗎啦。最後尾布蘭特收市係81.4，WTI 就74.6，而且呢個已經係2025年初以嚟最高嘅水平。短短一個月啦，油價急抽咗接近20%。大家要明白，依家唔單止係伊朗自己啲油出唔到啊，係連沙特啊、伊拉克呢啲產油大國嘅出口都被迫截斷。更加重要嘅係能源價格嘅急升，其實係令到呢個聯儲局減息變得更加困難㗎。如果油價繼續升啊，市場原本預期嘅減息 cycle 可能就會被延遲㗎啦。但係危機就係轉機，大市 risk off 之下，有一個板塊就因為呢件事件而受惠啦，就係運油股 Tanker Stocks。當海峽太危險，大量 VLCC 超大型油輪選擇避開或者停泊喺度等待護航呢，而小部分要硬食風險出貨嘅，就要改行更長嘅航線，兜南非好望過去亞洲，運力咧就瞬間被抽乾啦，運費就自然幾何級數上啦。根據呢個 Baltic Exchange 最新嘅 TD3C 嘅指數咧，中東去中國嘅 VLCC 運費啦，有正常市況大約幾萬蚊美金一日嘅啫，直線飆升到今日嘅歷史級別嘅424000蚊美金一日喎。所以大家都見到啦，能源股咧可能已經要相對抗跌啦，因為油價急抽啦，令到盈利嘅預期都即時上收嘅。幾間國際大廠好似 ExxonMobil 啊同埋 Chevron 咧，其實盤中都曾經一度係升市嘅，咁最後就跌少少收啦。而真正坐喺度數錢嘅油輪股咧，好似 Frontline FRO 咧同埋 Scorpio Tankers 咧，咁 Frontline 咧就最後尾就跌好多啦，咁但係 Scorpio Tankers 咧都叫做勉強都仲叫頂得住，都升少少嘅。咁去到香港中遠海能應該係一個運費暴升嘅受惠者嚟嘅。講完運費暴升啊，咁啊大家可能會問一個問題：點解美國嘅航母戰鬥群喺晒中東，伊朗都依然封得住個海峽呢？打得中啲目標？呢度就要帶出今日大市雖然大跌，但係另一個兵家必爭嘅板塊——軍事科技，特別係無人機 drone 嘅概念股啦。
今次美伊大戰啦，徹徹底底向全世界展示咗咩叫非對稱抗旨啦。伊朗同佢嘅代理人唔係開隻神盾艦出海同你火拼噶，而係用自殺式嘅無人機啦，同埋低成本嘅飛彈去打你造價幾十億嘅船啦，炸你嘅港口同埋能源嘅樞紐。對於攻擊方嚟講，成本極低，但係威懾力極大啦。你防禦方要攔截。按公開估計啦，用一支幾百萬美金嘅防空導彈啊，去打一架可能只係2-3萬蚊美金嘅無人機，條數根本計唔掂啊，分分鐘破產都唔似。呢種作戰形態嘅改變，令到華爾街嘅資金流向出現咗明顯嘅分歧。翻到嚟傳統嘅軍工巨頭咧，好似 Lockheed Martin LMT 啦，同埋 Northrop Grumman NOC 咧，呢啲咧的確都發揮咗一定嘅避險作用嘅。咁啊，頭一日表現都相對強勢啦，但係琴日咧都回軟翻啲 ，LMT 大概跌1% 左右啦 ，NOC 都係差唔多。咁喺大市咁劇烈震盪嘅時候，佢哋已經叫做相對抗跌㗎啦。因為以色列同埋美軍都急需補充呢個防空雷達啦，同埋攔截嘅飛彈，呢啲大廠嘅訂單就實有保證啦。但係資金咧依然都開始更加揀股啦。市場最醒目嘅熱錢咧，其實都係瘋炒呢個無人機啦，同埋反無人機系統呢條供應鏈嘅。既然傳統攔截得太貴啊，美軍就迫切需要大量平價啦、可消耗啦嘅無人機群咧去防禦同埋反擊。講到呢度啦，就要點名呢幾日呢啲明星股啊，無人機王者 AeroVironment AVAV 啦，作為呢個彈簧刀無人機嘅龍頭啦。AVAV 原本就喺2月26日接獲呢個美國陸軍嘅1.86億美金嘅超大訂單㗎，再加上 Space Force 嘅採購消息雙重催化啦。前日早段咧，市場狂追 drone 嘅時候咧，就一度大幅爆升啊！但係之後因為合約嘅細節同獲利盤就急轉彎，又變翻大跌。但去翻到3月3號嘅收市，佢又再爆升翻，差唔多接近30%。呢個就係典型嘅戰爭概念股，波幅咧先係主菜啦。但係留意翻一樣嘢，戰爭概念股通常第一日爆升咧，第二日都震倉嘅，所以短線交易 timing 比 thesis 更加重要。另一隻焦點 Kratos KTOS 亦都係一樣啦，佢哋都專注研發高性能啦、相對低成本嘅戰術無人機，概念絕對啱方向嘅，但係短線股價可以非常反覆。所以要炒呢類股啦，長線 thesis 係啱啊，但係短線一定要識食糊。除咗中大型股啦，資金咧仲開始喺供應鏈入面尋寶嘅，去炒一啲更加細格嘅無人機概念股，例如好似 Red Cat Holding RCAT 啦，佢哋專做呢個微型同埋小型嘅 ISR 情報監視同埋偵測嘅無人機。喺依家嘅實戰環境啦，冇一架微型無人機喺前面探路咧，步兵根本唔敢推進㗎，所以呢類微型機嘅消耗量係天文數字。仲有 Ondas呢類公司啦，大家千祈唔好睇少啦。今次市場炒作嘅重點啦，唔單止係攻擊型無人機㗎，更加係點樣打低對方嘅無人機。ONDS 涉及呢個無人機基站同埋自動化感測器啦，正係建構呢個反無人機系統 CUAS 嘅重要一環。總括嚟講啊，無論呢場仗幾時完，未來幾年全球國防預算向呢個無人機同反制系統傾斜啦，已經係一個不可逆轉嘅大趨勢。波幅雖然大啦，但係絕對都係值得放入 watch list 嘅。接住落嚟啦，我哋要面對現實啦，睇下今次大跌市嘅重災區亞洲股市啦。點解中日韓會震得咁緊要嘅呢？點解韓國 Kospi 單日會暴瀉7.2% 嘅呢？答案就係油耗同埋依賴度啦。大家都要知道啦，中日韓係全球最大嘅石油進口商嚟㗎。日本對中東原油嘅依賴度高達95%㗎，韓國都大約有70%，而中國亦都大約有一半嘅原油嚟自中東，而且多數都避唔開呢個霍爾木茲海峽添啦。中東一斷油對呢啲國家嚟講就係輸入性通脹加埋生產成本暴漲嘅雙重打擊，特別係韓國啦，佢係重工業、石化同埋半導體大國嚟㗎，呢啲全部都係食電啦、食油嘅怪獸。油價暴升會直接推升嘅晶片同埋汽車嘅製造成本，嚴重削弱韓國出口嘅競爭力。難怪外資就變咗要不問價拋售啦。雖然好多大行好似 Nomura 呢啲模型估值數字咧都未必完全一樣，但係方向都非常一致啦。油價每升一折，韓國呢類重工業啊，加埋出口型經濟嘅 GDP 風險，通常比日本更加敏感添。日本嘅情況亦都好嚴峻啦，日經都跌接近3%。日本經濟勝在呢個庫存同埋供應鏈比較多元化，但係日本本身啱啱先有少少起色，依家弱勢日元再加上高油價，推高晒國內嘅電費啦同埋汽油價，嚴重打擊咗國內嘅消費。如果油價持續高企啦，而央行又冇辦法去有效對沖，日本面臨嘅滯脹壓力咧會變得
非常突出。至於中國情況就相對韌性強少少嘅，雖然都依賴中東油，但因為有較為完善嘅戰略石油儲備 SPR 同埋俄羅斯原油做後盾，所以 A 股嘅表現相對平穩，上證就只係跌1.4%。不過作為世界工廠，高油價持續都會蠶食呢個製造業嘅利潤㗎，市場依然密切觀察住啦。今日嘅政協開幕啦，後日嘅人大開幕，大家最關注嘅係政府嘅工作報告，會唔會有更加強嘅穩經濟或者刺激內需嘅措施出台，去對沖呢啲外部嘅風險。總括嚟講，已經由一場以為可以速戰速決嘅地區戰爭，演變成為一場全球供應鏈嘅壓力測試啦。短期嚟講，只要霍爾木茲海峽未解封，油股同埋運油股嘅運費依然係易升難跌，而無人機呢啲軍事科技板塊亦都係持續有炒作嘅空間。但係作為散戶啊，大家睇嘅 VIX 恐慌指數啦，隔夜其實都升咗24%，去到差唔多23樓樓上啦，反映市場 risk off 嘅情緒都依然高漲嘅。咁所以我建議大致上都係3個策略，短期咧能源同埋 tanker 咧可能會係最大嘅直接受惠者嚟㗎啦，而無人機同 CUAS 呢啲係結構性嘅軍費轉移，都係要繼續留意。第三，要保持現金同埋睇波幅嘅變化，因為戰爭市通常咧都係先跌後震㗎，咁所以要留意翻波幅幾時會開始減少嘅時候，先會安心入場啦。同埋亦都可能要盡量避開呢啲高耗能嘅亞洲工業股同埋出口股添。如果你都覺得今日呢條片能夠幫到你理清思路，記得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翻我呢條 channel。你哋又覺得今次嘅危機會幾時完呢？或者對邊啲軍工股最有興趣呢？都留言話俾我聽啊！我係飛俠，我哋下次見，拜拜。